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 dropping， 只是 POV， 欢迎回到来 POV Test Drive 试驾系列啦。今天在我身后面这一辆是一个电动车啦，没有错，它就是 Tesla Model Y Performance。那目前为止在马来西亚你能够买到最快的 Tesla 的就是这一辆，因为 Model 3它没有卖 Performance 嘛，它只是卖两款，一个是 Rear Wheel Drive Single Motor， 一个是 Dual Motor 的 Long Range。Model Y 就有卖3款啦，最贵就是这一个，最快呢也是这一个 Model Y Performance， 卖的288千左右的，0-100加速3.7秒钟，够快啊！一个这么大的2000 kg 的 SUV 大型的。那很多人不知道呢 ，Tesla 其实它卖这4款。简单来讲，小型的 Sedan 它叫 Model 3， 大型的 Sedan 叫 Model S， 那小型的 SUV 呢 Model Y， 大型的 SUV 呢叫 Model X。那个门哦，后面好像蝴蝶门这样的，那个超大辆的有没有？可是在我身后面这辆呢 Model Y 啊，在照片看起来不大辆，可是你看实体的时候啊，真的是蛮大辆一下的。很可惜啊，昨天半夜3点下过雨了，整个地上湿湿的，我等一下还要上云顶试驾。可是没办法，即使地上再湿，我还是要上。非常感谢这次 Tesla Malaysia 把车借给我了，可是比较可惜了，2天1夜罢了。还好我之前试驾过 Model 3， 之前 Model 3旧款的那个是 Dasher Malaysia 借的，我接触那辆车大概1个礼拜，体验到 Tesla 的这个 system 是怎么跑的。今天这一辆虽然不长，2天1夜，希望以后呢可以再借更长一点，我可以慢慢再体验一下嘛。现在呢就用1个晚上的这个体验来分享给大家看。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了，当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话不多说，我们上车去看了 ，Let's go！今天我们来看表演，好吧？其实最近 Tesla Malaysia 做事蛮快一下，它在很多地方已经设立了很多 Tesla 的 Supercharge。最靠近我现在呢是Sunway Pyramid 啦，迟一点 Pavilion 度那些都会有了的。刚刚半夜呢1-2点钟去那边充电，然后遇到一辆最新款的 Model 3，哇！整个街上很多新款的 Model 3，有没有？他看到我之后呢，想要揪我一起跟他去踩，可是我没有。如果你会看的人呐，看了这一颗轮圈，你就知道它是一个 performance 0-100不怎么简单。虽然这辆车2吨重它的0-100为3.7秒。简单来讲，它就像一个 Model 3的拉高的版本。其实它整辆车都是比 Model 3更大辆的。我之前有介绍过 Model 3，它很智慧型的，它可以跟着你的手机解锁这辆车。其实它的钥匙呢是长得这样的，这个是 Tesla Malaysia 借我的啦，它是一个卡，有2张。如果你要解锁这辆车呢，你就把钥匙呢拿到来这里，这里有个 camera 嘛，扫一下。其实就是开了的，只要它 side mirror 打开，它就是解锁。它门把就是像 Model 3一样 GTR 的设计，你就是要在这个置杯架这里把你的卡放着，踩一个刹车，这样子就代表启动整辆车。上车摆一下这个怀档，然后你就可以驾了的。这辆车很多功能呢，其实跟 Model 3差不多的，它整个界面啊那些，上次我试驾过的啦。可这辆车有一样东西是之前那辆 Model 3没有的，就是Light Show。我打开给你看什么的 Light Show 啊，它就会表演的。离开这辆车，它就会表演啦。关门，相信大家也不为出奇啊啦，已经是看了很多，你看到吗？一刚开始很好玩一样啦，可是我只觉得如果我拥有这辆车之后啊，再玩多一阵子就不好玩了。就是会开那个side mirror啊、窗啊。如果你是 Model X 哦，它后面的门还会打开，像蝴蝶这样的话呢，那更加的帅气哈。哇！Enjoy the light show.
大概就是这样而已啦。它会开门，它就会停了。我暂时没有找到一个按钮了，它是可以恢复你原本的窗口的设置。你要手动的把所有的窗关，然后这里按一下 close boot， 然后这里 open bonnet。是要手动自己开的啦，但是它有那个油压顶杆，所以这里是空的，你可以放你的行李箱啊这么大。这里就有雨刷的水，一些คู楞啊等等都在这个塑料的下面。你问我这辆车有什么东西好 service 没有了？又不用换机油，都是回去帮你做一个检查啊，刹车皮有没有啊，检查一下คู楞啊 brake 油啊，再来就是那个软件更新咯。这辆车的悬挂设置呢，前面是一个双 AB double H bone， 后面是一个多连杆multi-link的设置。那由于这辆车是一个 performance 啊，所以它的轮圈是最大的，它就是21寸的，高度也大概3根手指半左右。它其实会比普通的 Model Y Long Range 降低了车身一点点的。你前面轮胎只是为255 35 21寸，后面是275 35 21的。那它也是用着 Pirelli P0 的轮胎，21寸在 KL 价我有点不放心的感觉哦。Performance 你会得到一个4活塞的刹车卡钳，那后面就有一个双活塞的刹车卡钳，但是这么大个有没有？大概也是3根半手指的高度。它这里有个盖，如果你把它撬开，里面就是有 nut 了的啦，一个 SUV 掀背。这辆车照片看上去很小辆，看真车的时候其实很大辆一下的。OK， 电动的，如果你把椅子躺平的情况下，你可以达到2000多公升的一个空间呢。Tesla Model 3呢，你就得到600多公升了。这边就打开，空的哈，哇，很深嘞。这里还可以打开，还有隐藏式的东西。要躺平椅子呢，就是这样。半夜充电的时候呢，我就躺在这个后面的椅子，然后听一下那个音响。哇，后面的音响是真的很棒，因为谢谢它后面有这2粒大喇叭，然后这是它的后备箱的盖，你就直接听到，它不会因为前面好听后面不好听。关闭门呢，看这里。这辆车有一个无边框门。OK， 所以当你拉开之后呢，窗口会微微的往下摆。内饰呢就很明显比 Model 3来的大了哈。它的椅子呢其实是可以调整它的那个倾斜角度的，你可以这么直，你只要拉开这边有个小手把哈，大概是这样，还可以再往下躺。按一下，它是电子的哦，最倾斜的角度大概是这样哈。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我身高173，腿部空间剩下1个拳头，头部空间剩下2个拳头。因为这辆车是一个全景天窗，它没有盖的哦，它有 UV protection， 所以在下午的大热天的时候，你不会察觉到太热，除非你的手去摸它啦，不会晒到你就对了啦。因为这个全景天窗而导致到我的头部空间不会看了很压迫感的感觉。它有一个中央扶手在这边，你的左手跟你的右手是对称的，然后后面有冷气出风口啊，有2个 Type C 的接口，这里有个灯，这里有个小挂钩，打开，开门的按钮就是按那个这里电子的，4个窗都是一键上下，但是后面的窗都开不完啊。这里有一个喇叭哈，整辆车总共有13粒喇叭，一个 subwoofer。还有2个 amplifier， 所以这辆车的音响真的是超棒的。之前我试过 Tesla Model 3的时候，我都说它的音响真的是在我试了这么多车里面，我觉得那个价位里面是最厉害的了。2边座椅有电动调节，所以还可以调你的背部，还有你的前后，全部。踏板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它是 aluminum pedals， 很漂亮。我喜欢 Tesla 一点就是很简单的内饰，很整齐啊。如果你是日本人的性格，你会很喜欢。这个木是真木来的哈。你只要离开这辆车之后啊，上车啊，还是一样要有 confirm 一下的，就这样。这里面很多这些玩的东西，我就不介绍太多了。其实你们在 YouTube 可以看到他们玩的一大堆。那很多调节呢，都是要经过这里，比如说你的灯开关、你的雨刷，现在我都全部设置在 Auto 啦。你的 Steering， 比如说你要调整它的高度有没有，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前后 ，OK， 只要你按 Save 就可以了。还会跟着你的驾驶的这个 profile， 你可以换。荧幕跟着亮的话呢，它把那些灯也是会跟着亮，因为它是 performance， 除了有 chill 还有 sport， 方向盘多了一个 sport 哈，所以只要你按 sport 的话呢，它的方向盘超级重的，我觉得日常生活这不需要，我们放 standard 或者 comfort 就是最好用的。这辆车多了一个 track mode 哦，然后你还可以 custom。那这辆车是 Anker Wisecomm 之前有加过上云顶了的，它有开了一个叫跟定 mode， 它把前驱调成40，后面调成60，所以它把比较多的动力分配在后面，你可以调你的 stability 啊，有 drift mode， 有 race mode。这样子有一个功能就是，当你的车在暴晒的情况下，里面很热嘛，还会自动的分配，还会开冷气啊，把里面的热气消掉。电池也是一样会开风扇的消掉的，所以它蛮智能的，我觉得哈。这里就有2个无线充电，你只要把你手机放下去就可以充电了的。这个非常大的储物空间，整个手放下去没有问题。2个置杯架，还有一个中央扶手 ，OK 了，蛮大的啦。
不可以调节前后。这辆车是一个摆档啦，它跟奔驰一样的，踩刹车往下掰就是 D， 往上掰就是 R、P， 这里就是还有行呢。新款的 Model 3就没有了哈，全部都在这里按了哈。换挡的是 on screen 或者是上面。下次如果有机会啊 ，Tesla Malaysia 啊借我 Model 3新款的好吧，给大家看一下，很漂亮哦，喜欢，很美啊那个灯，这里是一样。这个灯呢就是一个 button 来的，我其实蛮喜欢的，我超级不喜欢那种 touch 的。还是 light 无边框的往后镜啊，对啊，要怎么开 glove box？除了你在这里按 Vehicle， 然后就是 Glove Box， 它还有一个快捷键的，你只要这边按一下，往下拉，它也是可以开。然后如果你买 Performance 的话，288千，0到100 3.7秒，最高时速250，而且它的 range 呢就514 km。这辆车换算到来，它的马力是527匹左右的，那个是 on engine。如果是马力机上面，我相信都有450匹以上。如果你买白色哦，它就不用另收费。黑色内饰也是一样，如果你要选配白色内饰呢，就要加多5000块。如果你要黑色、silver 还有 blue， 就加多5000块。最贵就是它的红色，1万块哦，真的是蛮骚的那个颜色。如果你们有考虑买 Model 3或者 Model Y 的朋友们呢，一定会考虑到到底 Model Y 会比 Model 3大多少的。Model Y 呢比 Model 3高了183mm， 宽了40mm， 长了31mm， 车身重量呢重了230公斤的。Performance 的话1995公斤。这辆车如果一下车你会遇到它关掉冷气的情况呢，其实你是可以在这个冷气上面调节 Keep Aircon。那如果你关就是关掉这么简单，然后它就是支持 DC 快充。这个 DC 快充呢，如果用 Supercharger 啊，我从35%充到40%，只需要大概1分钟多2分钟，这样吧，很快。现在是凌晨的1点40分，我人就在三位比拉米的狮子头前面。Tesla 刚刚做了这个充电桩，所以我就来这里充电，准备明天上山。很简单，直接把那个枪充电就好了，所以它就会跟着车主的这个户口来进行付款的。它不像我们去的那些其他第三方的充电桩，还要扫描它的那个 QR code， 它才可以充电，还要绑卡那些啊。所以这个 Tesla 还是有优势，而且这个是 Supercharger 哦。那充电的速度从0到80最快的，80到90慢了一点，大概是用这50 kW 左右吧。90到100的话更加的慢。如果你日常生活一直每天都有在充电的话呢，其实你充到90%已经是足够了的。如果你有走沿路上，我等一下上云顶的话呢，就充到100%，那个会比较好啦。原装的尾翼哦，我们去试驾，没有引擎的车，没有声音的车 ，Let's go。不用烦了，每天早上我们这种 VTEC 啊，查一下那个机油量多少，要去热车。等水温上了、油温上了才能踩，这样车不用，你知道吧？一上车就落打，不用紧。电车有电车的好处啦。那如果是你在这个繁华的城市啊、烦躁啊、那么多杂音啊，可以宁静的、慢慢的驾驶，然后不用听到太多杂音，然后可以享受的音乐啊，这辆车的确是有它的一个优势的。可是这辆车你基本上你开起来哦，一坐上这辆车的时候哦，我会觉得第一点，怎么这辆车好像比较大辆的？可是你驾了一段时间之后，是的，它是比 Model 3宽很多，它比较 muscular 一点。可是就驾久了之后啊，都是一样啦，因为我们驾惯 D segment 车了嘛。第二点呢，我一上手这辆车的不习惯，就是因为我毕竟有一段时间没有驾Tesla 了啦，它的 One Pedal Mode 就是当我松开我的油门的时候啊，是很刺的，好像有人在踩背这样。你看 Evan 的头啊，没有啦，搞错了，再来。基本上你松开很多油门的时候呢，它这边就会看到它是亮着刹车的灯了的。那它会给人家知道，at least 啊，就是我在踩 brake 这样子啦，你们注意一下。那第三点呢，就不习惯就是它的这个方向盘啊，这个方向盘的摆动是非常的敏感，你看啊，一点点罢了，我基本上摆一点点，那个车就是会动了的。那对于很多那些新手啊，可能会不习惯这个方向盘，哇，这么这样敏感的，我把那个胎压降下来了之后，它还是一样这么敏感啊。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是它的一个设定。可是好处就是呢，基本上你的方向盘不用摆太多，你 parking 的时候呢，一圈这样子就摆完了的，轻松一点啊。然后我现在根本是没有踩刹车的，我根本就是慢慢松开那个油门嘛，直到它停下为止，放完。你就是
用那个油门来控制它慢下来还是停下来。驾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慢慢的拿捏到了，会很舒服的停下来。不然的话呢，你一新手驾啊，你会觉得哇，怎么驾的不是很舒服？不是叫油门啊，应该叫电门啊，又这么有力，然后我一放开的时候，那个车又 regeneration 一下那种感觉，哇，方向盘又这么敏感，哇，很难把这辆车驾到舒服，要有一定的适应度啊。我不是讲我自己驾车很厉害啦，我已经适应了啦。你看啊，你看我那个，你注意看我的方向盘，就这样。非一般的普通车的感觉。我们今天有一辆 BYD Dolphin， 之前我试驾过上山的，0到100 6.9秒啊，去追它啊。那这辆车呢，很多功能都是被这个荧幕所控制的。那我昨天才知道啊，Tesla 人跟我讲了，万一你的这个 screen 啊，好像有什么问题 hang 了什么啊，你只要找一个地方停下来 parking 好。你这2粒球，你把它按一大概10秒钟，它就会 restart。那这辆车才面对一个2天1夜。等一下我试了这辆车之后啊，下午我就要还车了。我觉得有点不舍得这辆车，我还没有真正去体验到，才睡了1个晚上啊，我就要把它还掉了。OK， 那这辆车它有一个 Full Self Driving， 要用32千去买的。用这辆车没有加这些 Full Self Driving 的话，基本上你按2下，它也是可以跟车的。基本上手是不用一直抓着方向盘啊，就偶尔抓它一下，它也是很聪明的。然后你可以跟车距离呢，你可以把它调到我是最远啊，你可以调近一点啊，我就调到最远7。然后你会看到这边有2条线，代表它是 Lane Keep Assist。它其实这么多那些跟车系统里面啊，还有 Lane Keep Assist 里面啊，它做的是最完善最好了的。我目前为止在很多那些普通我们的什么 Civic RS 什么都好，那些价钱1分钱1分货嘛，你都找不到有这么顺畅。你看那个方向盘的摆动，这个弯也不算急啦。你去到一般上那个 LDB 啊，那个安东那边啊，你去到那种highway 要转下去那个啊。它都可以知道哦，这辆车要慢下来，然后慢慢的转，那个方向盘的摆动是非常的棒，但是却偶尔就是要拉一下。Full Self Driving 好像不用哦。啊，这边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啊，我们来玩一下。啊，这里有彩虹，我给你看彩虹啊。Always OK 啦，只要你开 ACC 就有彩虹了。你要开快一点的话，你就这边让它这个limit set 高一点。啊，如果要 cancel 的话呢，就它就 OK 了。因为这辆车已经是很智能啦，然后加上它是一个电动车了啦，电动车已经是比较小无聊了一点啦。你如果不自己踩油的话，我觉得更加无聊。像刚刚那个智能跟车的话呢，我都是在塞车的时候用的，比较好用。自己驾车还是自己拿回去就比较好，会抓回那方向盘。那这辆车的这个耗电量呢，就是电车嘛，它不像我们油车这样。油车我们就拆车的时候特别耗油嘛，但是走远路的时候呢，那辆车是省油的。尤其是像 CC 大的车，你走得越快，平均在150、160这样的话，才3000转左右的话，就很省油，没有错。可是，在电动车是相反的，电动车是反而开快的话，你会看到那个电量一直在那边跌，你看了都有点怕，我到底能不能坚持到我要到达的远途的目的地？反而这辆车塞车啊，这种市区穿梭啊，慢慢驾是真的很省电的。如果我想要驾去槟城，你平均维持在100到110的时候是最省电的一个状态。你看，我现在这个电门才踩那一点点嘛，然后我就100这样，很舒服的去了。这里有一个电量啦，现在剩下89%，按一下就变408，按一下就还可以走400多公里，还会跟着我的驾驶模式来做判断。虽然这辆车说它的充满电的情况下可以行驶513公里，可是对于我们这种重脚的人啊，你一上了这个 performance 啊，你哪里可能不秀一下给你朋友知道呢？那个动力，这辆车的悬挂的调教它不像我们一般上的那种中国的电动车啦，比较偏软的、舒服的那个。那这辆车比较算硬派一点，尤其是 performance 的话会更加硬派一点。你会感觉到非常有路感。第一，它是一个21寸的轮胎，接触那个地面的那个给到你的回馈啊是非常直接的，然后那个路不平就咚咚咚咚就知道了。第二呢，就是它的悬挂呢都是比较偏硬少少，但是它的阻尼是非常的棒的。虽然你会感觉到那个路不平，可是它的阻尼不会给你觉得好像砰砰2下，然后震到里面的这个内饰会有杂音，这样不会。至少哇靠哇很多石头。加慢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到好像刚刚换了 adjustable 的感觉哦，但是舒服的 adjustable 的，然后支撑性也是相当的不错。然后这辆车呢，其实驾起来比 Model 3的 Long Range 我觉得还要舒服一点的，虽然你会感觉到这辆车悬吊是欧洲车的那种一般的硬度啦，可是 Model 3因为它离地界面比较少嘛，所以它可能那个弹跳的回馈它没有这么长，所以就你感觉到会比较没有这么舒服。可是在这个 Model Y 的上面呢，我就感觉到非常舒服，尤其是在驾高速的时候，我很享受的那个感觉。上了 Model Y Performance 哪里不可能秀一下？哦，哦，真的很爽，是不是？你就是差一个58%的话，都已经很好的去拉掉了那些普通人了的。赢在什么？赢在就是瞬间流利啦。在有这么多电动车里面哦，我其实最符合我的口味是 Tesla。OK， 不是在拍马屁啦，可是我很喜欢，是因为第一个它是简单的内饰节俭，那就好像我的房间这样，我不会把东西乱摆，全部可以整齐的话就整齐，这是 Japanese style。OK， 那你看整齐的我喜欢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辆车的动力，第三就是它的完善的这个设施，还有它的这个 system。那你看啊 ，Tesla 在马来西亚这么勤劳的在做充电桩给我们了，所以你看它这个 map 哦，它除了可以看到有没有塞车之外，它可以你去导航去另外任何一个地方，它都会算出哦，你到了那边剩下大概多少%的电量，附近有没有充电桩，它都可以在这个上面显示的。所以我觉得很方便，只要一个 screen 就可以搞定了，而且还有这个语音功能啊，都可以去用，所以我是觉得蛮 OK 的。然后其实再来说一下，我对 Tesla 有一点抓不住它的心态，就是在于它的冷气啦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叫 Tesla 的朋友啦，每次一大热天的时候，是不是我会放21度，感觉到好像又不够冷哦，我放20.5的时候，它冷了一点，它的距离很大。然后你看通常我们的车是放24的嘛。24就很冷了嘛，这辆车要放21的哦，21哦，偶尔又感觉到它好像不够冷哦。我觉得放 auto 风不好啦，不好用啦，我觉得放自己调风速会比较好，给它风大一点，然后那个有没有那么冷啊，又不用调这么冷，我觉得会更好的去操作啦，不要用 auto mode。我觉得是这样啦，不然我就很难抓摸到它的 auto 到底是想怎么样的。这个唯一一个就是我觉得它的缺点吧，我可以这样子讲。那电动车缺点我不用讲太多，每次那边讲，然后很多人一定会酸了。哎呀，马来西亚的油这么便宜，为什么还要买电动车？有钱人想买，不是给他买咯。踩得完，哇，100了，都不需要多的。3.0不过来啦。哇，真的，我跟你讲，这辆车哦。你驾车的时候，你顺顺驾，你不要跟人家讲你要踩油，你知道吗？你走到20-30 km/h 的时候，你一脚踩下去，那个人的头会敲到后面的那个头枕那边。一般上我们驾驶员哦是很难感受到那个 G-force， 要坐的人才会感觉到。OK， 那如果你驾驶员想要真正感受到它的动力猛的时候，会让你怕的时候是在什么呢？斜坡。你上一个斜坡，你踩到完，你会感觉到哇，那辆车扯得去，哇，那种你会哇。很爽，动力随传随到的感觉哈。啊，你看啊，我现在走的高速，走的120多 km/h， 所以你会很难去抓摸到它的那个方向盘，它太过敏感了。你看，你很难保持在线中间呐、你真的要慢慢的摆动，而且我觉得这个是让很多人去training 啊，去训练怎么把一辆车驾好。你知道那些人，有些人是永远不会保留在那个车道中间的吗？会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这样子可以让你训练到，而且那个油门的时候啊，你就不会踩放那种啊，让人家不舒服，然后给人家屌哦。这辆车有一个让我最喜欢就是它的音响啦，拥有13粒喇叭，一个 subwoofer， 2个 amplifier， 哇，那个 bass。高音又准，高音准，低音稳。
有一些刻骨銘心事。好像有人在唱歌这样，有没有？在我前面。預計後過，誰沒有一些舊恨心魔？一點點夢心錯，誰沒有一些得不到的夢？ Very good， 你在安安静静的情况下，然后听这种歌，真的是很享受的。这辆车的隔音，其实我觉得它不可以做得太好。昨天我在 KL 驾驶的时候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察觉不到的。如果它太安静的话哦，在你左边看下去那个窗后面啊，即使你看那个盲点，这边 camera 也好，其实它有一个死角的，是完全看不到那辆摩托车。可是你在这个讯上面是看到一辆摩托车在你那个死角那边。然后我就听到有摩托车的那种声音，这样子，不大声啊，但是我听到，不懂是它 system 会辅助你还是怎么样。可是我就觉得，至少我听到有点摩托声哦。如果是太安静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会不知道它在那边真的。耗电量哇，在我的脚上面有跟你讲哦，从180加到35%，走了不到200公里，因为我们一直踩。所以加 EV 车呢，就是尽量轻脚一点。你看我现在是在83%罢了嘞。我去到山脚应该剩下80%呢，下山就很好啦，charge 回电啦。这辆车，很多人在那边说传闻啊，等多一下 Model Y 要出新款的啦。其实我问过他的 CEO 了啦，没有了。目前为止，你能够找到最新款的 Model Y， 全世界里面啊。除了国外之外，是马来西亚是第一个，亚洲里面是第一个。真的 ，Tesla 很看重马来西亚这个市场。你看到新款的 Model 3 Facelift 哦，马来西亚有哦，然后价钱便宜哦，大佬189千呢，最便宜的 Model 3，难怪街上一大堆都是啦。所以很多那些有 money 的人呢，直接不用考虑，直接买它哦。虽然 Tesla 它不是一个很 premium 很高尚的一个品牌，可是呢，它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它是一个电动车老大。第二就是它就好像我们买苹果手机一样，你觉得苹果手机很好用咩？就是在于一些越狱的方面，还是安卓会比较好是吧？可是就是买它的 system 跟它的那个 package 啦，我们讲，真的，这辆车忍不住会多踩几脚的 bro， 你还是会找回我们想要的一个刺激感啊，因为你不然的话，这辆车是太无聊了啊！电动车又没有的换挡啦，又不是 manual 啊，又没有这样我们可以听到引擎的声浪那些什么都没有。除了你踩到弯之外，它会给你一种那种声音，就给你知道哦，你正在加速。Tesla 不懂有没有会带那个 Model S Plate 进来哦？如果有的话，这辆车够恐怖哦，0到100加速大概2秒，什么感受？下次有机会体验一下。我会觉得我会喊出来 ，What the fuck！ 好了，我们就把这辆车 Model Y Performance 架上来云顶这边。这辆车其实有 Track Mode， 等一下我会开，你要打 P 了之后才能按 Track Mode。你看你会看到轮胎啊那些，还会开风扇了的，什么都不用按，直接下车。好了 ，Tesla Model Y Performance 冲上云霄了喂！半夜有下过雨啊。还好这个路是干了，但是冷哦。这个轮胎 Pirelli 不懂怎样呢？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期的 POV 再见 ，Goodbye。